欢迎回到江峰世界，朋友们好。7月28日，泽连斯基要在华盛顿见川普。川普是接着压乌克兰让步呢，还是回过头去逼普京停火？恐怕得等两个人真坐下来才见分晓。那这么大的事，北京怎么说？7月24日，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我把中国外交部那份通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两个人连俄罗斯9月要选新一届国家杜马都谈到了。您猜少了什么？乌克兰。整份通稿就没有这3个字。当然了，咱先别急着下结论。可通稿里有一句话，我越看越觉得扎眼：中俄要加强战略协作，维护第2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朋友们，俄罗斯这会儿还在乌克兰打着仗呢，中国外长坐到俄罗斯外长对面，重点谈的却是日本。您说这是哪儿跟哪儿？7月24日这一天，王毅又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这一回他也没替伊朗喊反美反霸权。他说呢，1个多月前刚签下来的谅解备忘录不能前功尽弃，谈判的大门既然开了，就别再关上。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儿要妥善处理，跟周边邻居的关系也得改善改善。这话说的客客气气，可您细品品，伊朗还想往前顶，王毅这几句是在给他鼓劲儿呢，还是在劝他往回收？过去10几年，习近平跟美国斗，最倚重的2张外牌，一张是俄罗斯，一张就是伊朗。可就在这同一天，王毅见俄罗斯，通稿不提乌克兰；见伊朗，开口先劝人回谈判桌。那这就得问一句了，是习近平自己改了主意，还是说中国外交这台机器现在已经不完全照着习近平原来那条路开了？今天咱们就从王毅这几场变了调的动作往回追一追。这个替习近平冲了10几年战狼外交的人到底是谁培养出来的？他究竟是后来才换了站位，还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上过习近平那条船？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江峰想跟朋友们聊一下，数位时代的监控与资讯封锁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要看清世界的真相，我们首先得保护好自己的网络安全。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今天的赞助厂商 Surfshark 赞助播出。很多朋友问 VPN 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简单来说， Surfshark 能在您上网时为您建立一条专属的加密隧道，隐藏您的真实 IP 地址。在这个隐私屡遭侵犯的时代，不论您是在咖啡厅使用公共 WiFi， 还是日常浏览网页， Surfshark 都能防止骇客和网络服务供应商追踪您的个人资料，做到真正的隐私保护。 Surfshark 新推出的功能 Email 诈骗检测器，只要安装 Google 扩充程式，就能帮助辨识含有钓鱼连结或是诈骗资讯的 Email。 因为我常会收到一些陌生的合作邀约信，有了这个功能，就能帮我过滤掉危险信件。更难得的是， Surfshark 坚守严格的无记录政策，绝对不收集或分享您的个资，而且他们允许一个账号在无限多个装置上同时使用，等于是一人购买您全家人的手机、电脑、平板都能受到最高等级的网络防护。现在就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的专属连结 surfshark.com/JFVision， 或者在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Vision， 就能立刻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服务。在这个动荡的网络世界里，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大家不妨现在就点击连结去看看。要回答序幕里那个问题，咱们先不急着翻王毅40年前的老履历，先看另一个人，一个比王毅更像习近平自己人的人，秦刚。这位是外交部发言人出身，后来当过礼宾司司长。习近平那些年出国访问，鞍前马后安排行程的就有他。这样一个人，习近平看在眼里，用着顺手。2021年7月，他被派去当驻美大使。2022年12月30日，王毅卸任外交部长，秦刚从华盛顿调回来接班。转过年来，2023年3月12日，全国人大开会，又给秦刚加了一顶帽子，国务委员，进了国务院领导班子，副国级，比部长高出半截。您算算这笔账，从当上外长
到坐进国务院领导班子，秦刚用了72天。72天是个什么概念？咱拿王毅自己比。王毅2013年3月当的外交部长，到2018年3月才当上国务委员。同样这一步路，王毅走了整整5年，秦刚走了72天。这种火箭速度，外交部自己是造不出来的，只能是最上头那个人亲手往上拖。所以那个时候外界普遍的看法是，习近平终于给王毅找好接班人了。可有一件事当时就透着怪，秦刚接走外交部长的同时，2023年1月1日，王毅升任中央外办主任。中央外办是党这边管外交的，党管着政府，所以秦刚的头顶上坐的还是王毅。这套安排要是顺利走下去，路数其实挺清楚。王毅在上头定方向，秦刚在底下攒班底，等秦刚资历熬够了，再把中央外办也接过去。到那一天，中国外交才算真正从王毅手里交到习近平自己培养的人手上。可这套安排只撑了半年，最先把秦刚的政治护甲撕开一道口子的是突然爆开的傅小田传闻。这位凤凰卫视的当家主持，做风云对话的，专访过各国政要，也采访过秦刚。按照墙外流传的说法，秦刚和傅小田之间有婚外关系，两人还育有一个孩子。这些消息在海外迅速发酵，一名刚刚升任国务委员的外交部长突然被私人丑闻缠住，对习近平本人也是一次非常难堪的打击。他亲自送进来接王毅班的人，连半年都没站稳。海外关于傅小田和秦刚的消息越炒越热，习近平就越难继续把秦刚留在台上。所以您看，秦刚并不是在哪次公开会议上被王毅正面击败的，他是先被傅小田这桩私人风波撕开了口子，然后才在外交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2023年6月底以后，秦刚突然从公开场合消失，到7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免去他的外交部长职务。已经卸任外长7个月的王毅重新回来接任，而且这事儿还不是一次办完的。7月先摘外长的帽子，拖到10月24日，国务委员的帽子才摘掉。习近平没有把秦刚交给中纪委公开调查，也没有向外界说明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可政治结果已经摆在那儿了，习近平派去接管外交部的人倒了，王毅重新拿回外交部。今年72岁的王毅一个人坐着党和政府两边的外交口，一坐到现在，这就把味道品出来了，对吧？习近平想让外交部改姓习，人派进去了，站都没站稳。他本来打算一步一步换掉的王毅，反倒借着这场风波，把党政两边的硬把子全攥进了自己手里。习近平派秦刚进去，为什么半年都没有站稳？王毅已经70岁的人了，为什么还能重新回来把这块地盘整个接住？要回答这件事，光查王毅一个人的履历还不够，得先看一看秦刚闯进去的这间屋子原来是谁搭起来的。从1949年到1958年，周恩来一边当着总理，一边兼着外交部长。最早一批外交干部怎么挑，外交部的架子怎么搭，跟苏联怎么来往，跟西方国家怎么一边对抗一边留着谈判通道，基本上都是在他手里定下来的。所以从历史上说，外交部是周恩来亲手搭起来的，特点很鲜明，嘴上可以把话说得很硬，真到了桌子底下却一定要给自己留下谈判、周旋和转弯的空间。再说具体点，美国可以反，但不能永远不说话；苏联可以靠，也不能把中国整个交给莫斯科；日本可以批，民间和经贸的通道又不能全堵死。所以说，外交部就是周恩来这个派系下来的地盘。那么周恩来到底是什么派系呢？咱们看中共在文革之前是怎么一个状态。毛泽东要的是一个人压住全党，党、政府、军队和所有元老都必须服从他个人。谁手里有自己的干部、自己的威望，谁就可能成为他的威胁。另一边则是中共元老共同掌权，这些元老也要保共产党，也不准备把权力交给老百姓，但他们不愿意让一个人把所有人的地盘一起吞掉。而元老内部又分成两路，刘少奇
邓小平这一线，后来被归到改革派。他们更看重经济、专业管理和正常秩序，认为共产党要想接着执政，就不能天天搞运动，得让老百姓有饭吃，让工厂正常生产。周恩来、陈云这一线则更接近中共保守派，他们同样反对把中国整个交给毛泽东那种没完没了的运动，也肯跟外国人做生意、谈判、妥协。可一旦改革，可能动摇共产党的统治，红色家族的地位和计划控制，他们又会立刻踩刹车。所以中共保守派要保的是共产党这座宅子，以及老干部、红色家族共同住在里面、共同分配房间的那套规矩。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打倒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些搞经济、讲秩序的人。但真正被冲击的不止这一批，各级政府、国务院的部委和大批老干部一起被造反派掀翻。因为在毛泽东眼里，这整套官僚机器都可能挡住他一个人发号施令。那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像刘少奇那样被彻底打倒？不是因为毛泽东信得过他，而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总得有人维持政府运转，总得有人接待外国使节，处理国际谈判。周恩来就一边服从毛泽东，一边尽量保住这套国家机器。而外交部正是周恩来留下烙印最深的地方之一。习近平派进去秦刚，是想把自己培养的人塞进一套从周恩来时代传下来，经过几十年婚姻、人事和司局关系织出来的外交部。可问题是，部长可以从上面任命，下面这张网却不是换一个部长就能跟着换掉的。更何况王毅和中国外交系统之间似乎还有一层外人说不清，里边人却都明白的天然关系。他在这套系统里走到哪里都有人接得住，碰到什么局面都有人替他把路铺平。秦刚呢，他靠的是习近平一个人的信任，却要闯进王毅经营了几十年的外交部做部长，陷入举步维艰的境遇也就不奇怪了。说到这里，王毅身上那桩流传多年的身世传闻也就不再是一段孤零零的八卦了。墙外一直有一种说法，说王毅是中共保守派的太子。这句话挺有意思，您细细琢磨，太子总得是这个派系最核心人物的儿子。那中共这套老外交系统里，真正能够被称作保守派头面人物，又把整套外交班底一路带下来的人，绕来绕去，不还是周恩来吗？那这句话真正想说的，难道是王毅是周恩来的儿子？当然，这只是一桩流传多年的墙外传闻。但一条传闻能够在北京外交圈里传这么多年，本身就说明在很多人眼里，王毅在中国外交系统里的根基绝不是普通履历能够解释完的。您别急着笑，单看长相，这两个人还真有点意思。那两撇浓眉，那个额头，那个脸型，连年轻时抿着嘴板着脸的那股劲儿，都透着几分相像。难怪有人开玩笑，基因这个东西有时候真是藏都藏不住。围绕他的身世，墙外甚至编出了一整套细节齐全也相当离奇的版本。这套说法讲王毅的生母是在歌剧《白毛女》里演喜儿的歌唱家王坤。周恩来为了把这个孩子藏起来，把他托付给了自己身边的一位老秘书。这位秘书后来还当过外交学院的党委书记。传言甚至说这件事藏得极深，连毛泽东都没察觉。王毅因此随母亲姓王，从小在外交系统里的人家长大，后来进外交部也就顺理成章，有鼻子有眼，对吧？更逗的是，中共的党媒自己有时候也忍不住往这堆火上添柴。环球人物过去介绍王毅，专门写过一句，说王毅身上有周总理的某种遗风，人家本意大概是夸他有周恩来当年办外交的风度，可墙外的人一看就乐了。这个遗字到底是说他学来了周总理的作风呢，还是说这份风采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党媒这是在辟谣呢，还是不小心替传言又续了一集？可传闻旁边还摆着第二层，一条谁都合得到的硬关系。王毅的岳父叫钱家东，这个人是周恩来身边的秘书之一，
替周恩来管外事、安全、宣传，还有港台那一摊，一直陪周恩来工作到晚年。王毅的岳母陈琰当过外交部亚洲司的副司长。再看王毅自己走的路，1982年他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进了外交部，第一站亚洲司日本处，正是岳母当过副司长的那个司。往后处长、副司长、司长，他就在亚洲司这1亩3分地里一路往上涨。人民网整理他履历的时候写过，2001年他成了当时外交部最年轻的副部长。他一路经过的好几个位子，几乎都创下过同级岗位的年轻记录。这里头当然有他自己的本事，可您再想想，中共官场最不缺的就是有本事的人。真正稀罕的是什么？就是关键时刻有人提拔你。2004年，胡锦涛任命王毅当驻日本大使。2008年以后，他又去掌了国台办。等到2012年，习近平进了最高层，王毅已经干过外交部副部长、驻日大使、外交部党委书记、国台办主任。在亚洲外交、对日关系、朝核问题和台湾事务这几摊事上，他早就是一个自己立得住的老外交官了。那问题就来了，一个根子扎在保守派系统里的人，替习近平喊了10几年战狼口号，两个人当年究竟在哪些事情上同路，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分道扬镳？秦刚倒下以后，王毅守住了外交部，这只能算保住地盘。真正的变化得往2024年夏天看，而要看清那个变化有多大，得先回到战争刚开打的时候，看看王毅当年是怎么说话的。2022年2月24日，俄军开进乌克兰。第二天2月25日，王毅分别跟英国、法国和欧盟方面通电话。电话里他说什么呢？说北约连着搞了5轮东扩，说俄罗斯在安全上的正当诉求应当得到重视。您品品这话，俄罗斯头一天刚出兵，中国外长转天就给欧洲人上课。普京为什么动手？王毅帮他讲原因。西方为什么不能只怪普京？王毅帮他翻历史旧账。普京需要的那套辩护词，北京基本上替他补齐了。这是2022年的王毅，您记住这个调子。再往后看2年，2024年7月18日，20届3中全会闭幕，6天以后，7月24日，王毅在广州单独接待了一个人，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过去北京一谈乌克兰，开口先讲北约，讲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可广州这一场，王毅跟库列巴谈的是中乌战略伙伴关系，谈双边贸易，还明明白白说了中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物资援助。乌克兰在北京嘴里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直接谈生意、谈援助、谈战后关系的国家。注意，王毅没有跟俄罗斯翻脸，他只是另外开了一扇门，俄罗斯的事儿继续跟俄罗斯谈，乌克兰的事儿直接跟乌克兰谈。这扇门一开，北京就不必把自己绑死在普京提出的每一个战争目标上了。紧接着，王毅去了万象开东盟的会。这一趟真正要紧的是中国外交最关键的几条通道，在几天里被一起接了起来。对乌克兰直接谈贸易、援助与和平方案，对东盟讲政治解决，对美国外交渠道也没断。断没断，很快就有实证。8月27日到28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来到北京，这个位子是替美国总统统筹整个国家安全外交的大管家。他先跟王毅关起门来谈了2天战略沟通。8月29日下午，习近平才在人民大会堂见他。沙利文自己事后怎么说呢？说他跟王毅的战略沟通深入、坦诚，而且富有实质性。再往后，9月27日，王毅在联合国总部拉着巴西、南非、埃及、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这些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一个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这个小组的意思，您掰开看就是2句话：俄罗斯不能单独决定这场战争的结果，美国和欧洲也不能垄断整个谈判桌。中国拉着一批全球南方国家，准备在旁边另搭一个和平入口。到了2025年7月，这套想法说的就更直白了。7月3日，王毅在德国公开讲了一句话：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
也是这趟欧洲之行。南华早报引述了一件事儿，这是报道说法，您当爆料听。王毅曾经私下跟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讲，北京不愿意看到俄罗斯在乌克兰失败，因为俄罗斯一旦垮掉，美国就可能把全部注意力转向中国。这话乍一听像是替普京划红线，俄罗斯绝对不能输。可您换个角度再听一遍，他反而把北京的目标说漏了。王毅的意思是，只要俄罗斯政权还在，只要俄罗斯还有力气牵着美国，那停火可以谈，冻结战线可以谈，回谈判桌也可以谈。北京真正要保的是俄罗斯牵制美国这个用处。这就是王毅这2年一砖一瓦替北京修出来的那条下坡路。中俄关系可以继续热乎，普京也可以继续被叫做战略伙伴。可这场仗打到哪儿，普京最后怎么找台阶，你得自己想办法收了。从2022年替普京把辩护词补齐，到2025年劝普京自己找台阶，3年间调门整个掉了个头。可是习近平时代那套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大口号从来没有被公开撤回。那这就怪了，最高领袖的路线还是老路线。王毅这套劝停、修路、搭谈判桌的活到底是替谁干的？要对出东家，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这1个星期都干了什么活。7月21号到24号，短短4天，王毅在马尼拉和吉尔吉斯斯坦连轴转，见了一圈人。咱们把这几场会一场一场摆开，您就会发现，这不是零散的外交应酬，这是有人把下一阶段中国必须保住的几条命脉一条一条交到他手上办。第一条命脉，东盟和南海。7月21号到23号上午，王毅在马尼拉先后见了东盟秘书长、菲律宾外长和印度外长，还主持了中国东盟外长会。菲律宾外长当着他的面把南海问题端上了桌。中国外交部的通稿写得可不客气，指责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还警告菲律宾别当外部势力手里的工具。您注意这个搭配，一边把南海的调门顶得这么硬，另一边同一个人同一个会场谈自贸区、谈投资、谈数字经济，这2副面孔搁一块儿，意思就出来了。南海可以争，可以骂，可以当面拍桌子，但绝不能让争端把整条东南亚关系掀翻，东盟更不能推到美国怀里去。第2条命脉，欧洲还有中国资本的出口。7月23号，还是在马尼拉，王毅见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这场会有个背景，就在1个星期以前，英国政府刚刚把原由中国敬业集团持有的英国钢铁公司正式收归国有。中国资本在欧洲的一块重要地盘被英国政府直接拿走了。王毅当面要求英国给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别把经贸问题泛安全化。这话背后的账不难算，美国已经在技术、投资、产业链上一道一道收紧。英国和欧洲要是完全跟着美国走，中国企业在西方市场剩下的那点空间就越挤越没了。所以欧洲这条线必须保，不指望变成朋友，但绝不能彻底变成敌人。第3条命脉就是序幕里那2场会，俄罗斯和伊朗。现在把他们放回这盘棋里，您再看一遍。7月24号见拉夫罗夫，王毅接着讲中俄关系，讲战略协作，拿日本问题维持共同立场。中俄关系里那些必须保留的东西一样没少，可俄乌战争没进公开通稿。同一天见伊朗外长，王毅说的就明白得多，已经达成的安排别撕，谈判大门别关，霍尔木兹海峡的事要妥善处理，跟邻居的关系也得改善。过去10几年，这2家是替中国往前冲，专门冲击美国秩序的。可现在北京对他们的要求已经变了，俄罗斯不能垮，但北京也不准备继续替乌克兰战争承担没有尽头的外交代价。伊朗也不能倒，可他更不能把海湾、油价和中国最要紧的石油航线一把火全点着。这不是什么兄弟情谊，这是算账。第4条命脉，美国。7月22号，王毅在马尼拉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国的通稿
两头话都说了，一头要求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另一头又说双方要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发挥政治外交渠道作用，筹备下一阶段高层交往。翻成大白话，美国还是头号对手，台湾科技、贸易、军事压力一样都没少。可对话通道不能断，高层交往不能停，能谈成的交易照谈。好，4条线摆完了，您退后一步，看看这4条线拼出来的是一套什么路线？它不是亲美，也不是反俄，它是一份折中方案，一份中共元老和保守派眼下都能点头的。胡温这边要的是把美国、欧洲、东盟和中间国家的联系重新接上。中国经济这个样子，已经赔不起跟主要市场全面翻脸的代价了。保守派那边要的是把俄罗斯这面挡箭牌保住，不能让美国腾出手来，把全部压力都压到中国头上。那两边共同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那套无限斗争。这条路走下去，只会把中国的市场、技术、资金和外交空间一起耗干。所以王毅现在不是投靠了某一个新的东家，他接的是一份两边共同签字的差事。旧外交系统出身，保守派不会把他当成敌人，肯替新路线稳住美欧、东盟和中东。胡温这一边也愿意继续用他，他正好是这笔交易里两边都暂时用得上，也都暂时信得过的人。咱们把今天这条线从头收一遍。秦刚倒下，说明习近平伸手去夺外交部，没夺下来。2024年夏天，王毅开始把乌克兰单独从中俄关系里摘出来，重新接通乌克兰、欧洲和美国几条谈判通道。到了今天，他一边维持中俄关系，一边把战争从公开通稿里拿掉，一边劝伊朗回到谈判桌，一边跟美国继续安排下一阶段高层交往。所以王毅不是最近才跳的船，您在通稿里看到的那些变化，少掉的乌克兰3个字，客客气气的劝和，只是他跳船之后留在水面上的一圈圈波纹。看懂了王毅怎么转身，您也就大致看懂了中共元老们正准备把中国这条外交大船往哪个方向拖。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这期内容有点意思，请帮江峰点赞、订阅、转发。咱们下期节目再见。